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呢是2024年元旦，就是1月1号啊。我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有成，万事顺心又顺意。感恩师父。我们也代表所有的网友恭祝师父新年快乐，祝福师父吉祥平安，顺心如意，健康长寿，也愿菩提事业蓬勃发展，广度有缘。也感恩师父在所有有网络的地方为大家带来佛光普照，为大家带来幸福安康、自在吉祥。感恩师父。好，谢谢。那今年我们全球的网友都特别的幸运，因为师父亲自为大家写了一封新年的贺信。是贺信中充满了对大家最珍贵的祝福和期盼。所以我们也想在此祈请师父将贺信的内容读给大家，加持所有的网友在来年都能吉祥如意。好的。那我读给大家听哈。亲爱的网友您好，在过去的1年里，你一直积德行善，乐于助人，勤修苦练，我非常高兴。我相信佛菩萨时刻在护佑着你和你的家人。祝愿你在龙年修行上更上一层楼，无论多高的修行，都来自于长久扎实的积累。修行路上不怕慢，就怕站，不图快，但求稳，不求速成顿悟，但愿细水长流。聚沙成塔，才能使我们更稳定地获得佛陀慈悲的教化和觉悟。修行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能使愚昧变高尚，无知变智慧。人生中那么多的是非烦恼，皆因无明。佛法开智慧，功德积福报。每修一遍大光明，就得到一次与佛相应；每念一句佛号，就得到一份吉祥。实修的不断积累，最终会形成一股如阳光般强大的能量场。做功德就能消业，常行供养布施，还要多帮人度人。坚持不断，就会得到健康长寿、清净智慧。希望所有佛菩萨爱护的孩子们都能够成为真正的菩提子，关爱帮助身边每一个人，去播种慈悲，让未来的人间成为充满慈爱的国度。祝福你阖家龙年富贵吉祥，万事如意，健康长寿，家庭幸福，福星高照。祈愿国泰民安，战火停息，风调雨顺，人民安乐，天下太平。金菩提宗师爱你。收到。听着好幸福啊，师父。反正就一份深深的祝福吧。感恩师父，相信我们的网友一定会在1年中都铭记师父的教化，听师父的，按师父说的做，我们都会吉祥，都会如意的。那我们广大网友呢，也都能够收到这一封信的电子版哈。是在哪里啊？我们会把它贴在我们的脸书上 ，Facebook。对，太棒了。还会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
也会有公布哈，师傅。对对对，这样全球的网友呢都可以下载把它打印在很精美的纸张上，摆放在家中，供奉在家中时刻提醒着我们师父给我们一年的这样的非常非常真心的叮嘱。对对，那除此之外呢，师父还挑选了800位幸运网友啊，那么他们呢将得到有师父亲笔签名的这样的新年贺信。比如说，对开头的刚才师父念“亲爱的网友你好”哈，那我们得到的就是“亲爱的坤提你好”，哇，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对啊，而且是师父亲笔签字的，亲笔签名哦，不是打印复印件哦，哈。那这800位网友是谁呢？我都希望成为其中的一位，我也很希望。对，我相信我们网友们都在说：“是我吧，是我吧，师父。”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来通知这800名幸运的网友。哇，我们要赶紧查邮箱哈。是的，对。那么这800位幸运的网友收到师父亲笔签名的这个祝福信之后呢，因为我们选用的纸张非常的精美哈，打印也非常的精美可以呢回家以后呢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这个就对我们一家的这个风水能量场都是一个吉祥的加持。是对师父的祝福每天伴随着我们一家人。我觉得这是传家宝世世代代要传下去的宝贝。太感恩师父了。对，坤提说的传家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有师父的亲笔签名，日后一定会价值飞涨对，有一天其实你也舍不得出让了，但是如果有人要的话，价值的因为这个不是买的呀。是对，没有它是价值无量的，不可衡量的。但是如果说当做一个说名人签字的一封信，也其实是有点意义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师父，我们没那么大名气，不值什么钱，就是一份深深的祝福。只是我们透露一点秘密只是我们这个纸它那个防伪高级程度几乎快达到钱币的质量。对，有这么高级的防伪纸对，对，所以还是有点收藏的意义对，会好好把它珍藏起来。对，好，总之我们看一看谁是这个800名幸运网友之一了，看看谁是最有缘的你。感恩师父。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都得到了师父2024年的新年祝福我们也很想和师父一起回顾一下2023年我们在网络上一起走过的脚步。对，应该的给大家聊一聊。对。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平台就是 YouTube 平台，金菩提宗师 YouTube 频道呢，到今天为止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1510万，此处有掌声哦。好棒太棒了。我们还有一个平台呢，就是 Facebook 脸书的平台那迄今为止呢，我们的粉丝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20万。哇，有掌声，有掌声！感恩师父为这么多人带来了很好的方方面面的知识跟智慧，还有吉祥的能量。是，那我们先感谢一句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热心网友的大力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感恩师父。对大家的支持和大家的需求其实也正是我们努力前进奋进的动力还有呢内容还有我们在2023年呢师父的直播的次数达到了141场。哇，这挺多的，真挺多，就平均3天，一年365天。是我们讲了那么多场，真的，我真的是心心念念念着网友，不辞辛劳的想要多给大家。是。那直播的总时长呢，大约就有350个小时了。哇，这么多行，不多。是。那我们在 YouTube 频道总观看的次数呢，达到了1亿4000万次。哇，也是有掌声对，
其实是很开心的哈，这么多网友这么多遍的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哈。对，那观看总时长呢，总时间是400万个小时，相当于456年。哇，456年哦， 456年，哎呦，哇太好了哈，吸收了多少智慧和加持啊！对，那我们网友的来自的地方哈，覆盖了167个国家，哎呦，全球一共多少国家？一共也就190多个。哦，对，可能就剩那些孤岛上头只有鸟没有人的地方哈，几乎没有网络所有的国家地方，，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哎，只要有网络的，哎，就看到师傅了啊！真是太感好恩师傅了，我们真高兴啊！哇，嗯，此处有掌声，对，开心开心，真是开心。对哎呀，太好了。那师傅，我们直播的内容哈，也是非常非常的种类繁多的哈。首先是健康类的，对网友特别特别喜欢健康类的话题。是啊，那去年呢，我们讲了一招降3高，哎呀，对，网友好评如潮啊哈。对，还有血栓、中风相关的哈，话题也都是观看量相当高哈。是，我们还讲了忧郁症。现在忧郁症蛮多的了哈，所以是那一期的直播也是非常非常受网友欢迎的。忧郁症多啊，我自己都有点儿啊。对，那个我讲出来之后，大家都是印象深刻。对然后师傅又提供了很好的方法，是对，去走出忧郁啊，这个是最感恩师傅的。除了我们健康类的话题哈，还有一类话题特别受网友的欢迎，就是面相和手相。我们跟网友们一起回顾一下哈，最受欢迎的那个短片叫《富贵的面相》，3000万呐，哇，3000多万人哈，3000万，对，都看到了，就这一个影片哈，对哎呦，3000多万次观看，就很多人他都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越传越广泛。谁都想有一个富贵的面相啊，师傅。跟着师傅学习，就是特别能够学到，对，感觉一学就会。对，还有一个是讲手相的，就是掌中的粗纹与细纹哈。对，这个呢有1200万的观看量哎。哎呦，哇，太棒了！因为每人都有一双手啊，都要看一看自己手上的秘密。对，那还有像富贵的手相啊，旺夫的面相啊，都是几百万上千万人的观看哦。哇，太感恩师傅了。所以大家对这个命相的部分还其实非常喜欢哈，特别喜欢。我们就多讲点儿。好啊，师傅。2024年师傅再透露一点多讲一些。可以，没问题。感恩师傅。其实我也希望我们的网友哈，我也呼吁一下哈，如果你家里祖传有什么小妙方、小偏方不管是手相、面相，还是这个健康类的小偏方哈，我们尽量能贡献出来，其实公布出去给大家哈，让更多的人身心灵受益，这多好呀！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前头其实也有很多网友都给我提供一些，你这个疫情期间哈，说吃哪些中药，对这个防疫或者康复有好处。对，多好啊！但是我公布的不多，这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有个心理障碍，就我们毕竟不是医生，你一公布的时候吧，就是哎呀，这个乱说话的人就会说你这个不是医生，但是我就着急呀，我好几个偏方我都不敢说，说了又怕人家多说啥哈，这都是说给网友交流个心里话哈。那有些小偏方我觉得可以，对，小偏方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常用的一些东西，还是可以的，好，咱们再来啊。好的。这说到食疗小偏方哈，师傅，就去年我们公布的一些偏方也是特别受网友欢迎哈。有一个萝卜止咳汤哈，哎呀，那个有差不多将近700万的观看量，哇，师傅都想不到吧？对，想不到萝卜这么 powerful。还有姜丝炒鸡蛋，这是师傅小时候家里的偏方，祖传秘方啊。对，祖传秘方，止咳的，止咳偏方啊，也是超过300多万的这个网友都从中受益了啊！因为当时我们推出的时候，正好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很多网友都在留言说非常感恩师傅推出这么有效的食疗偏方。对，然后呢，还有降3高的3清桑菊饮哈，也是很受欢迎。还有祛湿良方
扁鹊三斗饮啊，也是250万的观看量啊。还有一个特别有助于睡眠的睡美人茶，这个茶饮的偏方啊，哎呦，我们的网友们也是特别喜欢哈。对，喝了以后真的是睡的，所以这些小偏方们特别的实用，也特别好用哈。对对，又方便制作，然后又快速见效啊。真的感恩师父。那咱们2024年，师父咱们再给网友提供一些这种实用有效的小偏方吧。提供，大家只要喜欢就可以哈。好，我这有一堆呢。太棒了。好的，师父。师父这儿就是一个宝库啊。谈不上。那还有一类话题呢，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哈，也对大家的这个心灵成长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实现梦想的关键这一个小短片呢，也是300多万人观看哦。还有改变从一念开始，你看就好像这个一点点就好像师父轻轻的一拨，然后大家就开窍了，这种感觉哈。还有那个一个开示叫放下。哇，这个也是大受欢迎啊！很多网友从中就开发了智慧哈，对，启迪了自己的心灵。对，非常非常感恩师父。大家也喜欢心灵类提升的部分，喜欢，非常喜欢，男女老少中外人士都是喜欢的。对，感恩师父。听师父讲了以后，一下子心中豁然开朗，对，好像就打开了，很多事情就真的放下了，是消除烦恼。感恩师父啊。那还有一类我们的这个直播内容是疗愈系列的哈，也是特别受欢迎啊。就是我们推出的这些疗愈音乐，首先有脱尘哈，这是一个对特别好的我们在学习工作中的一个陪伴音乐啊，它能够很好的提升我们的智慧，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啊，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去学习和工作。这个播放就是去年推出的，已经差不多有650万的观看量了。哇！然后还有师父的这个敲磬的睡眠音乐，很多网友都是整夜的就放在那儿播的，但是基本上就是一开播没多久就睡着了，对，睡个安稳觉，一觉到天亮。对，这个也很棒，650万的观看量哈，真好，对，那师父去年呢，有专门为网友做了一集陶艺的，叫泥土禅心。咱们在韩国做的。对，捏陶，师父捏陶，看着大家如醉如痴啊。对，我还第一次捏茶壶哈，但是捏的特别好，还捏成了。哎呀，网友都不相信师父第一次捏，我自己也不相信。对，那茶壶特别难做，其实哈，真的，师父，就是大家以为我手巧，其实我手并不是很巧哈。很巧，师父。但是不管怎么着，做成了真棒。但是而且是观看它非常有疗愈的作用。对，关键大家挺喜欢看，我没想到，其实不到1年嘛，这才几个月嘛，几个月啊，几个月已经快500万了。对，我们夏天做的嘛，对呀，可能是8、9月份才推出哈。是，就静静的看着师父做，就是真的是很享受，也有启发。是。对，那我们也还有这个莲师心咒哈，是我们一直以来网友特别喜欢的疗愈音乐之一啊，师父颂唱的非常有加持力。对，是感恩师父。那师父还有一类就是人生智慧类的哈，比如说我们的事业经营啊，讲了创业和经营哈，对，还有一些讲这个情商的重要。我觉得那2集特别有意思是，对，好多人都觉得深受启发，才发现自己的情商还有点不高，真的有待提高。对，我呢，就是没读过这类书哈，但是我们活了这个年龄呢，其实是在这个人生中总结的一些对这方面的看法哈。对，就实实在在给大家说，觉得总结了，觉得还是有效的、有意义的，就给大家分享。对，非常感恩师父难得大家喜欢哈，很喜欢，对，那我们还有一类直播哈，它是神秘灵异类的哈，也是让我们的网友大开眼界啊。我们最近才讲了一集马丘比丘，对，秘鲁的，对，秘鲁的天空之城啊，师父用独特的视角分析了这座城市它的建筑的独特性和它有可能是被谁所制造的。这个我给大家说哈，我插一个话哈，马丘比丘我这么讲哈，其实还是叫初级剥了一层皮，还更深的讲。那还留着是吧？不是自己的妄想而是一种研究和猜想。
对，哎，那个还有更深的秘密在里头。咱们留到后面，如果喜欢的话呢，慢慢讲。咱们讲马丘比丘的真相。哇，好，网友们喜欢赶紧来留言写一下喜欢啊！哇，其实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哈，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其实因为很多时候你并没有今天咱们一个摄影机咱们在这摆好架势还能拍是吧？对呀。其实我自己在小时候经历的时候，哪有机会把它拍下来啊？没有，那时候照相机都没有哈。对，至少我没有嘛。是。所以的话就没有机会把它录下来。但是呢，录不下来没关系，我讲当初发生的事儿啊。好啊。是吧？对。是。你比如说，那个 UFO， 一个是 UFO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在发现的一些秘密，比如说这个人中了降头，或者被人诅咒之后，他在他的身体上有哪些现象？就是你看到他那个大脖子鼓起来的那个病没法治哈。对。我的师父怎么样拿个毛笔和伸着手指画一画，那个东西怎么像轮胎泄气一样消除哈？太厉害了！对呀，所以这个如果把这个整个过程秘密讲出来，还有师父念的咒语讲出来，是不是大家也学到了？是啊，是吧？对呀。那太感恩师父了。对，你看好玩吧？就有福气了呢。对呀，对呀。在遇到什么样的，你晚上走夜路的时候，遇到哪种现象，你不能回头。不能回头。就是听见了、知道了，也不能回头，只往前走。觉真正在走夜路哈，你看有人喊觉真，觉真，你别回头，我就一劲儿往前走。对，就你只管走，大胆的往前走。对，你只能有没有胆子，你也得往前走。一回头就麻烦了。记住了，师父。是吧？那里头那个秘密是啥？还有你听着这个声音有点熟悉，但是不知道是谁。对。那就别回头。因为可能，说白了，可能是个妖怪。好的。对，你一回头，他哐就钻你身体里去了。是吧？怎么样回避这个事情？大家想听吗？想听，太想听了，师父。想听哈？想。对，很多这些小经历、小招数哈，对，其实都给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哈。对，这些只能从师父这里听到，别人那都听不到。这个很多呢，包括你坟地上长的树是什么样的，等于说哪一种树不适合在坟地上有，如果有的坟地是被人下过诅咒的。是哦。如果你找到这样的树，请拍照片给我。我告诉你哪个是好的树，哪个是不好的树。好啊，那咱们慢慢讲。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有的时候你的祖上去世之后，他就帮你种了一棵这个小树，你也不注意吧？对呀。慢慢长起来，你觉得可能是自然长的，其实被人诅咒的，动了手脚。那怎么办？你得要想方设法找风水师帮你看着把它除掉。就要不然让你的祖宗呢，永世不得翻身呐。不能得解脱。那后人家族也不好呀，非常不好，就容易后人容易出疯癫呐、横事啊。对呀，太厉害了。大家想不想听啊？你说？那太想听了。想听？你俩想听吗？想。行，那咱们可以试着讲一讲呗。好，师父。好玩哈。好玩。好，接着该你们说了。对，好的。那还有接下来就是大家特别欢迎的，就听除了这些神秘灵异的哈，还听师父讲这个流年运势。是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听。对，我们在2023年年初的时候，师父讲犯太岁怎么办还有像那个各种12个属相他们的运势嘛哈，对，这个都是几百万人观看哈，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属鸡的那个运势就看的人特别多。后来我分析是不是属鸡的人特别爱点 YouTube 还是怎么回事哈，搞不懂，反正特别有意思。他们可能鸡爱啄米爱点头，所以特别爱点就看。其实有一个意义哈，比如去年呢，属鸡的应该是23年吧，就是今年按阳历年是去年了哈。对，23年呢，属鸡的呢不是特别顺，但是上来点一点看一看呢，他就顺了。对，他遇到的难题上来点着看。对，所以到了24年呢，我们不是也讲了2024年有4种属相的流年运势嘛？对，也讲了。你觉得要预防这些问题的话，要想有这个好的运哈，你也上来点着看，点着看完了之后哈，听完了之后，你呢再念上10分钟的佛号。
哎，就帮着消灾了。太棒了！哎，对对对，啊其实是个好事儿哈。 24年就是前一段不长时间之前嘛，师傅还特意讲了这个生肖的相克、相生相克，哎，还画了那些图给大家解释哈。对对，那个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启发，互动非常踊跃啊。是，好多人给师傅信箱写信求化解，非常感恩师傅，对，所以这是过去1年哈，师傅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个成绩的汇报啊。这个只是冰山一角了，对其实我们挑着说的而已。是的，对。那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感恩师傅哈，这1年的辛勤的为大家讲各种各样的知识智慧啊，带我们修行啊，提升我们的境界。非常感恩师傅。对，非常感恩我们所有热情的网友哈。就是我刚才也讲过哈，就是大家的需求哈，正是我们来讲课的动力哈。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大力支持，有时赞助啊、留言呐、分享哈，对，甚至来信给我咨询哈，是，就我特别开心。我们上课的时候、直播的时候，大家的留言哈，其实每一次我都会查看，有很多留言我就记下来，我说抽空的时候我会给他解释，这个相关的内容。对，其实我们网友很智慧，你留言中的很多内容可以激起我来再讲一堂课，就你这一个问题，是吧？所以我们这一次直播的时候，如果收到100个问题呢，我们100堂课的内容就有了，好玩吧？哈，对，所以欢迎大家哈，能够像有这个好主意，你想听什么？我不一定会讲，但是你提议了之后呢，说不定我懂呢，我就讲给你听，好吧？其实我呢，这个潜在曾经我经历的，我知道的哈，还有时候我没有经历，但是我听说了的，听师傅讲，听一些老人讲的这个内容呢，我也分享给大家听呢，大家也就长知识了，是吧？所以呢，大家呢，非常欢迎大家哈，把你的想法或者你希望听我讲哪些内容呢，你呢，也给我写信，告诉我，我就尽可能的，我相信哈，你提的问题当中70%。我都能给你给一个答案啊，讲给大家来听。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对，师父见多识广啊，非常的智慧圆融啊，很好的指导大家。对我们网友还有留言，也是感恩师父在过去的1年中哈，送给网友好多好多的礼物，哎呦，送的太多了，感恩师父吉祥的加持。这是我们很开心的事儿，这是很开心，觉得这个小东西不错，尤其带在身上很方便，对不对？对，把我们的关键里面成了这个祝福，把满满的祝福啊、吉祥啊送给大家，对，这多好啊！对，网友们都收到了，感恩师父。好，那我们刚才就是回顾了一下在网络平台上哈，我们2023年的一点点成绩啊，对，网友们开心，师父也很开心。是。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呢，就是我有个提议哈，在这个一个新的1年刚刚到来了。像今天嘛，咱们在亚洲哈，就是1月1号，对，那在这个在不同的宗教中，还有在我们在为人处事当中哈，其实要经常要学会反省自己的行为，就是这样思考一下，说我这一段时间我这个为人处事哈，接人待物处理问题当中，我把握的是否合理？我做事的话是否恰当？朋友的孩子结婚，我当时是怎么处理的，是吧？朋友那个买新房搬家，我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的？还有甚至是说，我被炒鱿鱼了，我怎么面对的？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的？其实很多人并没好好思考过，甚至是说，从夫妻来说，我是。怎么面对我另一半那个坏情绪的？对方一生气说些难听的话，那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来处理的，是吧？还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面对子女的一些问题的？这都是问题。咱们这个古代这个孔圣人哈，孔圣人哈，这个儒家的这个创始人哈，他就提到一日3省吾身。他这个说的呢，就是能快速改变自己。每一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个大脑之中嘛，在回顾
我刚才处理那个事情，这个态度方法是否正确，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刚才觉得比如说我有情绪了，他说了个话令我不受听哈，我有情绪了，你看你这样一思考的时候，不行，我为人师表，我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正念的情绪哈，快乐的心、快乐的表情和语气来带我的学生们，是吧？所以你要随时能够理解自己，把握自己的这个情绪啊，甚至是对人的态度，特别重要。那咱们呢，就是今天我们的网友，我们的甚至菩提同修啊，甚至自己自诩为说我是一个还算自己有修行的这样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佛弟子，或者感觉自己是一个高尚的济世救人的一个人，那我们这一年下来了，到了新的一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我们这前头这一年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行所想是否都是那么如法那么善良，对不对？对，有没有无缘无故或者发火骂了人，是吧？有没有这个真正的有善良的心帮助过人？你是怎么帮的？你当时想的什么？你是真正的出于一个真正慈悲之心的帮了呢？还是觉得我只要帮他，大家都知道了之后呢，我就可以得到更高的名利，对不对？对，有利可图。对呀，成为一个伪善人，是吧？就像金庸小说说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岳不群。岳不群，他是个啥？伪君子。伪君子是吧？偷偷练回花宝典，是吧？对。还满嘴的仁义善良。对，觉得自己对表面上扮演成是个好人，实际上呢，内心挺阴暗的，是吧？是的。那我们再去，如果说我帮了人了，我也做过一些好事，你是叫无所图谋的，是帮人呢，还是就是出于就是一个善心在帮人，对不对？帮的程度，都需要思考。那师父，我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是有的人他的职业就是医生。或者是老师他就是帮助人解决这个身体上的病痛，或者是心灵上困惑的让孩子来成长的。那他这样的也是确实在生活中帮了很多人呀。对，这个他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功德？他确实做了好事的，在反思的时候。积德行善的问题是吧？对。没有吗？比如说医生你从就读就读医生的时候，也许有的是父母有病，这个小说说到启发和刺激，对吧？是。比如说妈妈有病，最后去世了，所以我要发誓我要读医生，将来我呢这个学业有成之后我就治妈妈这类病，这是当初的想法，是吧？对。但是变成一个职业医生之后呢，说多加一个班就多挣200块，是不是啊？多治4个人呢，是吧？我就挣800块，对吧？你其实是为赚钱而工作，这个与你的积德和道德没丝毫关系，这仅仅就是你的职业的一个收入，就是为了收入而去行医，这个与功德道德没有关系。那你只要不骗人，就不是个黑心医生就好了，对不对？了解。你也没有真正去免费行医嘛。对，所以这个就不算什么功德的问题。那你作为老师呢？你挣的是工资，不给你工资，你看你交不交，对不对？那你挣的是工资，从这个学校的老师乃至到心理医生的辅导，对不对？对，你不都是按分钟算钱的吗？是呢，对不对？就收入越高的国家，这个医生收的费就越贵，对，是吧？你到美国心理医生，这1个小时的话，这至少$100吧。估计是吧？没看过，不知道。应该是有的，可能还更贵。就以美国的价值观就目前来说便宜不了。我觉得，如果就是1小时$180，这还是刚出道的心理医生，自己还狗屁不通呢，就得收这么多钱，按小时收，对吧？就是这样。这个你就算真帮了人，那也没有什么功德，也没有道德因为这是你的职业，对不对？更别提学校老师了嘛，你挣工资的呀，你没有说我就是做义务老师，我就是发心帮人教孩子们，也不是这个原因，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就正常职业，既没罪过也没功德，就是这样子。
哎，那师傅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做企业的哈，我想，让我的企业知名度更大，带来更多的客户跟利润哈。是。那正好呢，哎，有个学校也需要建个校舍啊，哎，那我建个礼堂，那我就去建了。然后比如说，本来我这个是觉真有限公司哈，那我礼堂我有个冠名权呗，对，觉真礼堂。啊，这大家看了以后都知道我们公司了，都来买我们公司的产品，啊，就是我就是又做了帮人的事儿，又有了自己的这个好处，这个算不算帮人呢？不算，也不算，因为你心里的想法嘛，就像说，其实我通过这个行为哈，给自己做了一个变相的软广告。是让大家都知道，哎，这个觉真公司对在这里做了这件善事儿啊，为给学校建了个礼堂，对不对？对对对，就是说与发心有关系啊。那觉真这个老板呢，当时做这个礼堂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说让我的知名度多高啊，是不是啊？或者是那个医院，哎，开建一个新的楼，哎，咱们有钱是吧？盖一个楼花1亿吧，哈，对，我出1000万够多吧？是。也有的医院说了，哎，我反正缺少资金，如果谁给我出到1000万或800万，我这个用你的一个名字或者你期望的名字，啊，就写在这个楼上头。是，比如说也是觉真集团出的吧？对，这叫觉真，比如眼科医学楼。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这样呢，但是我这个觉真集团的这个董事长呢，当然给这个钱的时候，目的就是让我们的集团更有名。更有名呢，就多卖更多的产品。哎，我就赚更多的钱。这样叫无功无德，也没罪过。哦，我还以为我这样就是一个觉真大善人呢，原来还当不上。哦，真正的善人，商人，真正善人是大家有灾的时候不图名利，就真正去帮助大家。了解了，这个是真善。就是你有一个自己获得交换的，不管交换的名还是直接交换的金钱，都是最终都会变成金钱嘛。是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演员还不出名的时候，说哪里有演出我就免费可以去演去唱，对不对？对对对。但是为了让我有了名之后呢，挣更多的钱。对，我一开始就是我免费给你唱，免费表演。再后来呢，说出场费很便宜，88一个吉祥数，后来就880、8800、88000、88万，真的啊，对不对？是，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根据他的知名度。所以你前面说我免费给你唱，其实你为了将来收更多的费嘛。对。请问这个你免费唱的时候有功德吗？没有，没有啊，没有罪业就不错了。哎，就是无功啊，无过，仅此而已。了解了，所以师父说的真正的帮人，就是没有任何的私利图谋的。对，就是你内心没有希望通过这个事儿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名。啊，这种帮人做事儿哈，行善，这个是真行善，这是有功德的。哦，这个功德谁给记着呢？这个啊，老天给记。哦，就是世界上有没有佛，老天都会给记。他有了佛菩萨，哎，佛菩萨也帮你记。哦，就是估计阎王爷也会给记着。你想啊，那时代阎王的时候，那审判的时候，对，大家看过那个韩国片嘛哈？对，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你到时候你去世之后，一开始先下地狱干嘛呢？接受审判。对。经过审判的结果说你上天堂，啊，你下地狱，是吧？就是这样的，他经过一个审判来判定你的善恶嘛。啊，好，感恩师父。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反思自己哈，有没有真正的帮过人？对，是，咱去年真帮人了吗？是，对，要这样子哈。只有自己的心知道。啊，对，还是伪君子啊。对，要思考哈。那还有呢，就是说，那我，这个往坏里说哈，那你去年发过几次火，骂过几回人呢？是吧？是有的。我相信谁都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儿。对，不管脾气多好的，都能遇到事儿。对。但是做生意、做管理、做官员的呢，就更容易遇到事儿。包括做老师的，是这样。做老师遇上调皮学生哈，真气得肚子痛，是不是啊？有火还不敢给学生发，对呀。但是情绪不好啊。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对他人这个态度哈，就有没有说对方犯的错误小，你发的火很大，哎，这样骂人伤害到人了。有的时候发起火来还控制不住。对，
其实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们说这问题都是我过去都有的。我们说自己就是要么不发火就拉倒哈，当我嗓门一高起来，喊上2句之后吧，本来说哎你这个事儿做错了你要改，说着你祖宗怎么，哎就开始就越骂越深，刹不住闸了啊，就越骂越深沉，这话就越来越难听啊，就越来越难听了，这个伤害就越重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哈，就是你那个就是爆火的那个闸门了哈，别打开，一打开呢就特别容易失控。是我发现我们说好话吧，特别有控制，因为不习惯说好话。但是真要发起火来骂起人来的时候哈，停不下来，真发开了之后，怎么对？就是连发的炮弹，你非得轰出去不可。那个时候怎么那么嘴那么伶俐啊？感觉对，非把对方给轰死不可，是吧？哎，这种呢，你看伤害就来了。对，而且哈，师父发现就是受伤的人哈，都是身边其实是最爱你和你最爱的人。就是挨骂最多的，就是离你最近的，所以其实都是亲人，要么就特别好的朋友一起工作，要么就是在一个家里是生活的嘛。你想那种外人嘛，是，总是挨炮火轰哈。哎，对，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注意了呀。这个可能反思，这每个人都会不好意思低头了，师父。但是如果我们不反思的话呢，说遇上龙年火气更大，骂得更厉害，伤害不就越重了吗？对，其实你伤害别人重呢，返回来呢，反伤自己，最后对叫反噬自己啊。就是你这个能量哈，比方因果关系哈，你比如说你今天一个炸弹扔出去，没炸到别人给抡回来之后，砸到自己头上，炸个稀巴烂，它会加大这个爆炸能量啊。对，所以我们给外人带来的伤害哈，还包括给自己家人哈，但是早晚有一天它也会爆出来，是这样，这是因果的关系。因为骂了嘛，是对方有火出不来。是，还有一种骂人哈，比如说骂对方是个哑巴，对方吵不了架吧，还有他已经瘫痪，说话不清楚，你骂他，他跟你吵不了架吧，这个因果报应来的时候哈，哇，我相信其实有人当场骂了你还好，他就可能能量没错平衡一些。对，如果对方因为某种原因说不出话来，你骂他，吃哑巴亏啊。还有一种人是不敢惹你，你骂了他，因为他是比你的身份更低嘛哈。对。你骂了他，骂得很严重，他憋着，最后你受到的惩罚就非常大。那就可怕了。所以别欺负那个残疾人、哑巴，还有就是说他病倒了不会动或说不出话来。你欺负他这一点，就是人不会拿你怎么办？但是天会找你算账。人在做，天在看。对，关键天也会行动啊。对，那霹雳都劈谁呀？你想？就是。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真的，我们可能在过去的一年中都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过错哈。是这个得忏悔，好好反省。对，所以我们好好反省哈。我还在讲一些内容哈。就是如果没有不懂得这个礼貌礼数哈，这个会出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对人不礼貌。对，礼貌这概念哈，其实特别重要。你懂得这个礼貌，就懂得这个伦理。伦理、礼貌和分寸，其实就是层级关系。比如说家庭之中，这个伦理关系是最清楚。对，比如说爷爷、长辈，父母，自己再加上说我也有孩子了，对，还再加上家里养的狗和猫是，对他这个伦理关系特别好玩。你遇上不懂事的人，有一家吵架怎么吵的呢？他家养个猫，那猫呢特别温柔，谁抱都是喵一声爬到你怀里头。遇上个二杆子喝了酒，比如他是家里的孙子，爷爷说抱上这个猫就给这种，一边这样捋着猫的毛，就说儿子儿子，爸爸真喜欢你，这是给猫说的哈。完了一会儿他孙子喝了酒晕了，说过来兄弟，乱套了吗？他孙子给他过来兄弟，乱辈儿了，来叫你哥抱一抱。他爷爷听了，他爸爸听了会怎么弄？抽他。对，说这个伦理哈，乱了。伦理在社会层次之中，比如说你的老板，不一定是你的长辈，但是是你的上司。对，因为你吃饭是他管着的，给你发不发工资，要不要用你，对不对？对。
而你就不能乱开玩笑，对不对？是，所以你不能给人随便称兄道弟，人家对方这么称呼你，你还要谦虚。对，这一点呢，韩国人做得特别好。韩国人知道自己辈分的时候，老板人说：“哎，兄弟，您这一般来说遇上大老板，这个员工呢也赶快退让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可不敢当，是您的兄弟啊。”一般他会懂得这个层级关系哈。老板说：“哎，这个还是懂礼貌哈，哎，可以重用啊。”但因为你不懂这个层次层级的关系哈，所以我们的礼数一定会混乱。何况还有更懒惰的说，我根本我不稀罕搭理他，是吧？你见了你的董事长，你一低头过去，下次董事长就是说让他低一辈子头吧，开了他，对吧？把你炒鱿鱼了，你还回家说，我都不知道，董事长神经病把我炒了。你不管说啥，现实没工作了，对不对？对，你吃饭立刻成问题。对，冒犯了人家。对，所以你遇上你的邻居老奶奶呢？按你年龄，对不对？人家大40岁以上，是通常，如果咱们在华人地区的话，通常叫个奶奶呀，对啊，大妈呀，其实都可以。就觉得你还是个有分寸、有礼貌的人，对不对？对，对，所以就会人觉得你还是个不错的人，是吧？这个伦理层次很重要。所以我们呢，这个我提醒大家哈，这个不礼貌就失财，你的钱就没了。比如说对老板就这样，对吧？就开除了，对呀。不懂礼貌，还有呢，还会失去一切好机会。对，就没有朋友，你不尊重别人是吧？就是大家细想一想吧，哈，对，哎，对，没有礼貌就会失财，对就失去好机会。对，比如说你对老师啊，或者是对一个师傅，对一个比你高级的人，人家本来可以指导你、教育你的，你不礼貌，你就得不到这个指导跟教育提拔了，什么就得不到了。对，真的。还有正常交流嘛，比如说有些人他如果你的上司哈，你的上司他毕竟比你第一有钱，第二个挺聪明，第三个呢，可能经历的比你更多。是。比如说你年轻，你比你的上司老板年轻20岁，这个时候这样的老人呢就会想考验年轻人，是，他会出个难题，他先见了你，他不吭声，对，那看你说不说话，你那一低头过去，你想啊，如果你的下属，一见你低着头就过去，你会怎么看待他？也不会重用他呀，也不会就你最起码不太懂事，对吧？还有呢，你尊重我吗？不尊重啊！我是你顶头上司，你一低头就过去。对呀。我是你的下属，你不光踹我们的，对不对？对。不懂礼貌。对。就觉得呢，你这人是一个不懂道理的人。是。啊。对。所以呢，提醒大家哈，就不懂礼貌别出门啊！你也别出去找工作，你别去逛街，是吧？啊，不会微笑别开店呐。你说你自己开个服装店、化妆品店，东西倒不错。但是你不是唯一一个卖这个东西的，街上有的是，他干嘛买你家的呢？对，对不对？对，哎，到你家来买的都是因为你很会说话，大家觉得你是个很热情的人，人家觉得舒服，对，才会买的嘛。是。现在来说就是商品过剩，对，啊，除了核武器不太多之外，除此之外有的是商品，真的。哪一类商品你到店里逛吧，哎，都卖不完，有的是。对，有的是商品，所以凭啥到咱家来消费？哎，就是你的服务的态度和感觉把握的特别好，人家开心，对不对？我花钱是来买开心的。是。你看，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懂礼貌的体现，就是要守时，准时。对呀，上班呐，是啊，见老板的时间呐，约会呀，方方面面的。你约男朋友、女朋友也一样，对吧？对，哎，你好不容易，比如说男的吧，就是有人介绍啊，介绍个女生认识一下哈，是，哎，约好的下午2点，在那个星巴克见面是吧？2点半你才迟一到，完了之后给对方一个理由，看着急匆匆提这个包就来了，啊，对不起哈。塞车，那你们觉得这是个理由吗？不是。如果你是那个约会的女生，你要是尊重我，你早出门嘛。我跟你说哈，人家等了半个小时的话，啊，是有修养的，还都不知道看谁的面子呢。真的。有很多稍有姿色的女生早走了。对。
最多10分钟，不来立刻走。对，你那欺负人呐、是对不对不？尊重啊，那你更不要说我超过1个小时，那我觉得死都没地方啊，这完了就。对，所以你绝对是不尊重人的，是，所有人都会这么认为，对，对吧？完还有，哎，这个约会晚点哈，正好你今天是面试，要到一个新公司工作，对不对？对，比如说这世界级特别好的公司，是，太难得了，工资高，而且又好，待遇又好，都想去，对不对？约好的2点钟，你3点钟来了，请问有没有机会啊？没有，这根本没得谈了，关门了，从底下的大门都不让你进是，啊！以后上的经理都说了，反正叫这个名字的以后不准进我们的房子，对，就是这样的，就死卡令就出来了，你休想再进来。对，只要叫这个名字的，哪怕杀错了人，也不允许进我们公司，是不是啊？是，你太不尊重人了，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不管任何一种约会哈，哎，这个不守时哈，这个就是不尊重。对，是，哎，所以呢，我们的尊重来自于什么呢？我们的礼貌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尊重。对，对，就是这样子哈。是，所以呢，就是不能懒惰啊。你所有的成功的人哈，都是来自于业精于勤。对，这个业，你不管是读书的业，是不是啊？还是你直接开店也好，开公司也好，是吧？是去上班打工也好，对。那你总是说你9点钟很多工厂开工嘛哈，你说你9点钟才起床，而且一个星期工作5天吧哈，你有3天都是晚10分钟到。还早走，那你不还想一想哈？别说早走了，你就晚10分钟到，看哪家公司能留用你。对，那惨了。不出1个礼拜，你走人吧，是，就一定被开掉。是，哎，所以呢，咱们被老板辞退了之后，你不用问我求求佛加持我，求求师傅，你看我是不是今年8字不好啊？是不是啊？是不是相冲相克呀？怎么你到哪一年都会相冲相克，对不对？谁都克，专克老板。老天都会克你，因为你从来没有尊重过任何人、任何事儿，那就完了，是吧？所以这个不能懒惰，不能拖延啊。拖延也是，现在好多人年轻人，反正是这个时代就有拖延症。对，拖延症的时代。尤其是很多公司哈，尤其是经过网络上来做事的公司，有些人是这样子，就这个事儿吧，人家说让你干1个月，对不对？你到多少天才开始动手呢？29天。29天或25天的时候，是能逼死自己，逼得就一夜愁白头啊！那肯定你早干嘛了？早就说不行，没空，我再划几个手机，搁那划，要不就看看2个电影，要不就说不行，没有灵感，我得和朋友们喝咖啡去。你都是玩了，吃喝玩乐去了，对不对？是，你没有敬业呀，非要逼死自己，最后剩下的2、3天的时候，神都做不出来呀，不可能出好东西嘛，对不对？对。所以你说你还能保住你的职位吗？所以这大家在平时生活之中哈，所以有的人说他就有点懒，或者他就有点犯贫说话哈，爱给你乱斗乱说话，是吧？还有呢就是爱消费，还有呢不是别的，他就没事就是喜欢到舞厅跳舞，说还就是晚上啊，他就是睡得晚，几点睡呢？3点睡。请问哪个公司敢要呢？都不要。你这样作息的人哈，会毁掉一切的。是。所以这都是荒废人生啊。懒惰、拖延、没有责任心才这样子。对。坏习惯就完了。是。他这个就不能建业，而是败家的行为啊。败家，真的，对。就完了。所以这些一定不能这样子哈。我们要反省哈。对。所以咱们再考虑一下，就咱们曾经伤害过的人，有些人伤害直接打人，打人的有打人有啊，有家暴啊，对呀，打孩子，夫妻间的彼此动手哈，对，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哈，你看到了这个龙年开始呢，他到了一个
这个阴气较盛的时代，对，女生打男生是到了就是的多女生打人时代，就武则天时代已经来临了还，真是这样，知道吗？哎，它叫新九运时代哈，就天体一个说法哈。这还有说法嘞？对，九运时代，九运时代就是女性当家做主，尤其是中年女性赛过老虎。啊，中年女性赛过老虎，这好像到这个时候，中年女性都 hold 不住情绪，到了这么一个宇宙时空的这么一个时代来了，哎，是吧？这也是流行病，打人啊，骂人，打孩子啊，打和你不太相关的人，哎，甚至是骗人，骗人更欺骗坏了诈骗，哎，你看光诈骗，这更是这个时代的这个问题，这是也是什么什么新九运呐？我的天，你看咱们在亚洲哈，你看从台湾给咱写信，说被骗的哈，但马来西亚更多，哎，写信更多的是中国整个这个，哎呀，这个用各种的中央啊什么中国的各种的开发呀，哎，各种名分，是啊，前2天还给我写信，师傅保佑我哈，我们经常代表铁道部要给谁签一个。哦，签下一个好像是一个新建一个长城的感觉，这么大的工程，我的妈呀！我心里话完了，哎，师傅保佑我啊，签署成功。这2天不吭声了，我估计钱已经失去了，找不回来。就拿那个大幌子唬人的哈，就这些都是伤害，这些伤害哈。我说实在话，今天咱们就压缩时间，不解释道理哈。就是第一，法律会制裁你。对，很多国家法律对于这个各种的伤害，就是诈骗性伤害，那个法律都是挺严格的哈。对，就算你很狡猾、很幸运，逃得过你的国家的法律制裁，但是逃不过最后，你的归宿是地狱。对，逃不过阎王爷的审判呢。对，最后到最终，因为这些伤害归到地狱的人呢。他的后代能好吗？不可能啊，在地狱都是受煎熬、受刑罚的，对吧？对，所以咱们伤害人，骗人，无辜的骂人、诽谤人，甚至在背后写信，这种叫做迫害人。对，背后我写信告你，你没这个事儿吧？我就是告你说你有犯那个罪，其实没有，对不对？诬告他人，等等这种各种的伤害，我就说躲得过法律。躲不过阎王，是的所以呢，我也提醒大家哈，在新年的第1天，我来给大家做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是。所以我跟你说哈，举头3尺有神明哈。是的。对，就是我们做了说，尤其是像我最后绑个票杀个人，没人看得到，只要你做，天和神都看见了。真的。如果你开了天眼，你就知道你做的时候，其实很多鬼和神都在看着，是你祖宗都在看着你。真是。就很多观众呢，不是没人知道啊，就是这样子，只是你自己以为说这屋里就我们俩人，就是我在骗你嘛。对。其实不止哈，只要做就会知道。所以最终的结果呢，我就说，逃得过法律，逃不过地狱哈。对，地狱是这些伤害他人的人的最终归宿。对，因为天道之中有因果呀。对，还有很多人说我不怕，下地狱就下。还有说我不信佛不信道，我能下地狱吗？一样。地狱不是在于你信不信佛信不信道，就像你不相信法律，杀了人被抓住不就得枪毙吗？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对。和你信不信没有关系，我们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才知道说不能不信，才能劝大家说一定要信哈。对。所以呢，借新年哈，咱们要学会忏悔。那忏呢就是认罪，知道自己这是错的。悔呢就是改过。要忏悔，先认错再改过。对，因为谁都可能做错事，对不对？我们有忏悔呢，第一个就很容易改变的未来的结果哈。至少在新的一年我不这么做了。要下定这个决心。对，管住手，管住口，管住心对，而且在这个对，在新年这个时候也是很好，我们跟着师父哈，就是在师父面前，我觉得做这个忏悔和这个发愿，我觉得特别好。
对师父佛菩萨面前，对，让师父佛菩萨监督我们哈。是也坚定自己的这个心意。我觉得呢，这个改变哈，不要总是来自于他人的监督。首先自己知道这个是不好的哈。内心哈。对，我妈常说，这是害人如害己啊。是。你害别人，最终还会报到自己头上来，就等于害自己。你的罪过大，最后报应的不是跟你自己，还有你的后代一块儿承受这些恶果的惩罚啊。就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这个忏悔呢，是发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忏悔。啊，对吧？认错改过就是这样。所以尤其是佛法之中哈，他就说谁都可能会犯错，但是你一定要忏悔。只有忏悔才能最终解脱。就是补足错误的方法。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啊！感恩师父。对。所以我们新年的头一天哈，花一点时间好好去反省，做错的事情一定要忏悔。对，为了加强自己的忏悔的作用哈，最好在佛菩萨像前来忏悔。有时候你说你在我的像前忏悔之后说，他是个人没啥了不起的，说你在佛菩萨面前忏悔，加强自己对忏悔的认识和信心，这样才争取尽量做到。新的一年来了哈，我去年犯的错误不要犯了，严格把握住自己的行为。好的。对，把握住自己的情绪，这样让我们少犯错，少造业，对，我们以后就会吉祥。对，感恩师父。好的。那师父，这个新年要到了，我们做这种的反思和忏悔哈。那在新年的这个礼节上，我们还要有哪些东西要做的呢？刚才我也说忏悔嘛哈，忏悔之中啊，其实有一个现象哈，比如说你熟悉的人，个人这个和人接触当中哈，对，比如说有1年前或者一段时间之前，你们两个呢在接触中产生一些过节、磨合、矛盾不愉快、矛盾、烦恼产生了，是吧？首先你自己想吧，说我一辈子不搭理他，对吧？不来往，一辈子不搭理他。我这么想哈，如果对方不是人品道德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说和化解的。对，冤家宜解不宜结。但比如说对方确实是个骗子，我觉得那算了，一刀两断。就一刀两断，结就结了。所以得分对方的这个人品如何，什么性质哈。那值得我们去补足的，那我们就正好趁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也是一个好时机吧。对，先对说我们要缓解关系的人的他的这个人品道德，之后做这判断之后，那我做一个这样的提醒哈，这个多个仇人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啊。是吧？你想想，你多了一个朋友呢，你去，比如说，咱们假设吧，你出去正好你的车胎爆了，你路上一个人都不认识，哇，打电话急救的也打不通，对不对？你正好你的朋友，这不是小王啊，看看怎么回事？你平时对人很热情，当你有事情的时候，人家也热情的帮你啊。对，这还是小事情，对不对？对。你看，在某些地区、某些国家，比如说妈妈突然病重，你都不认识人哈，到医院住院连床位都没有，真的非得找关系，是不是啊？有人认识院长，什么都好说。行了，正好刚一个出院的，你妈住进去吧。只要认识都好。这个道理来说，你说美国总统用人的话，会不会也喜欢用熟人啊？是他放心呀，对不对？对呀，就他知道，他们同学，那个大姐人又善良又聪明，给他当财务部长吧，是吧？那个我们那个同学从小就摆过地摊儿，是不是啊？给我卖过巧克力啊，让他做这个贸易部长吧，对不对？是。说我们那个同学爱打架啊。做什么国防部长？对，我们说起来很轻松，事实上总统用人的时候就是这么用的，因为他知道啊，知根知底儿，说这个同学第一个不会害我，第二个呢，我用他忠诚于我，对不对？第三个他还真我2下子。但是你真弄一个人来，他不知道你是谁，他怎么会敢用你呢？对，对不对？不敢用。所以我觉得美国总统一样。
他非得捡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人，他才会用嘛。对，但是首先他认识你嘛，对，对不对？所以人熟是一宝啊。嗯，哎，多个朋友啊多，条你的路就宽了很多。真的对，就是这样的。嗯你看今天很多年轻父母生个小孩很可爱，对不对？哎，你要说上个不错的小学，是不是啊？从那个起跑点开始上个好学校，对不对？不容易呀，你不光是排长队，不光是有点钱就能上的学校吧？是不容易吧不？容易。啊，你说那种小学考一个小孩，真考的是小孩吗？家长那是叫拼爹，是吧？对，叫拼爹，考的是父母。对，哎，考的是父母，对不对？哎，所以呢，这父母呢，如果有多一些朋友呢，这又不同。是，哎，事情对就好办，所以我不是说非要说让大家去拉关系找路子哈，我是说人熟是一宝啊。对，正常的社交，对呀，所以这个你就是从在自己的国家，你换个城市都觉得不方便，对，对不对？谁都不认识，俩不眼睛发认识吗黑？对吧？那你在你家乡为什么那么方便呢？都认识嘛。熟人多对，干什对对对么都好，对，所以的话，这个我们照顾到我们的过去的老关系哈，这个是非常重要是，啊。首先就是咱不分层次哈，老同学对啊，对，老比较朋友，较好的朋友、对闺蜜，同乡同乡啊，甚至说闺蜜哈，哎，小时候一起玩大的啊，对对，还有呢，好邻居，邻居，嗯对，亲戚，甚至还某种训练班的同学啊。哎是啊，不是正宗同学，哎，关系也都比较熟，对对对，啊，更不要说在少林寺一起学艺哈，是老师兄弟，还有呢，还有我们的老师啊，曾经的哎，对，老师长辈呀哎，长叫辈，师长啊，对师长，对，他是教化过我们的人，哎，我们的老师，还有老上司，对，这我们讲的可能年龄问题哈，对比如说你已经40岁，你肯定有工作上司嘛，是，哎，老上司，对，对吧？现在正好是这个过年过年的的时候来了，哎，你知道有一种江湖的不成文的规则吗？如果这些老关系，你平时哈工作忙事情多，可以不往来；如果过年就从阳历年到春节，都没露过面，也没打过招呼，也没发过短信，没打过电话，这关系就断了。对，断了，你知道会不会有伤害啊？会，你想哈，如果你们俩本来就是陌生人，不存在断与不断，对不对？是，但是你们之前每一年就抽空，彼此还相互帮助过，对不对？至少过年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聊个天、喝个酒、开个玩笑、唱个歌，对不对？对都会有聚会嘛，像老同学聚会一样。对，今年突然之间咔就断了，你那朋友怎么看你的？你们之间产生过一点小矛盾，如果过年不往来，就等于断了情谊啊。是，而你这条路就断了，你觉得这样好吗？不好，对，对不对？你等于堵了一条路啊，是，把这条路堵住了。你有一天千万别求他哟，对，哎是，障碍就来了。对对，从来不认识没有伤害，哎，之前是朋友，你不往来就是伤害。为什么通过过年的时候要往来呢？大家都开心的时候，都过年了，心里头都是暖洋洋、暖洋洋，心里是很喜庆的时候。这时候你来，要不是杀父之仇的话，还都是容易特别宽容，而坐在一起聊个天啊，吃个饭啊，我们也不倡导喝酒嘛。如果正常俗人喝个酒、吃个菜，大家聊聊天，这些事儿就过去了，开心的，对，多好呀！对，所以借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借过年的时候，因为过去的人讲，你这个如果春天的时候你借人钱，你过年的时候别等着过了年，你要给人还钱，尤其是到了春节前你要还钱，年关嘛，对吧？别过了年关，对，就过了年关就耍赖了哈。是，所以呢，你要趁过年的时候，把很多曾经伤害过啊，或者有些不是什么天大的问题哈，误解有点小误会、过节和争议的事情，对，你不一定道歉，就在一起看完聊个天，对方知道你已经对，悔过了，心知肚明了就，大家心知肚明，是所以你知道你做错了，对对，咱们还都是好朋友、好哥们儿、对，好姐妹，哎，是不是挺好的吧？对是，借过年的时候，哎，我也遇到过哈，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铁公鸡呀，
一毛不拔，对吧？嗯从来一吃饭的时候都是对一到交钱就上厕所，对，一个交钱上厕所，还有呢，就是你的孩子结婚，他也不随个份儿，至少也没有这么个礼，对不对？是，然后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人呐，有就说你看我挣钱的不容易，我的挣钱和我的开支哈，是手里这挺紧张的，对不对？所以当我和人往来社交的时候呢，不是增加了一笔消费吗？是，你增加这消费呢，我就增加了经济压力。那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反正你这个人跟人之间都是相互帮忙的，对你不付出，你也得不到什么，是，就是关键的礼节哈，就一点钱都不花，就很大的麻烦，一毛不拔，一毛不。你朋友有事情，你一毛不拔，将来你也长不出毛来，也没有毛可拔了，就是你这样的人是不聚财的。拔就是我们说拔毛，就是指的是拿钱嘛，对不对？你要付出，所以以后不长毛就是没不挣钱。你社交的时候，你不能总让朋友花钱嘛，对，是吧？一到买单的时候，你上厕所啊，是，说我还有事早走，对不对？对，那显得也这个人品有问题啊，是，对不对？不管你朋友多大度，不管你朋友是不是比你富，你既然是朋友，是平级的关系，对不对？对方付，你也不能总让对方付钱。这种慢慢就不跟他做朋友了，谁跟铁其公鸡做实朋友啊？人家呢，这个所谓比你富贵一点的朋友，也会抛下你。对，会的。他不是说你觉得有点特别吝啬哈，他说你不懂道理。对，就不带他玩了。对，我干嘛和一个我这么有高境界的人，我和一个不懂事的人成朋友？是我的侮辱啊！对，就变成这样，频道对不上都。那这样的话呢，你这种铁公鸡吝啬的人哈，很难发财。对，也失去朋友，孤独了就。你看，无论古代还是当今哈，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哈，对，发大财做大事业的人，在这些社交的这个费用上哈，其实占他整个收入当中很大的一个比例。是啊，这当今超级圣人加富豪马斯克，你在这个网络上总是看到他又和这样的明星聚会，和那些领导人聚会，就各种各样的聚会，对不对？他只有通过这个聚会，才能认识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干的人，甚至是很多的助缘，对不对？对。哎，有一个电影就是《亚洲富人》还是《亚洲富豪》？当然它是个电影编的剧嘛，哈。但是这个作者其实呢，他是一个深入研究，他是个大学教授，他是深入研究很多富人的为人之道的。他是个新加坡人。完了之后呢，这个富人呢，就找着理由做那种 party， 把他聚到这一起来玩，对不对？就是说哎，他们家开花那一个，开了个花，这个花开了，说赶快就叫朋友来看我的花开了，观赏，观赏，其实这都叫由头，就是一个理由，找理由，是不是啊？来聚集大家。还有我们家的母猫生猫了，大家赶快来啊，赶快来，来庆贺一番，是不是啊？是，还有我的摩托车修好了，咱们俩得吃顿饭啊。对，这就是没有理由找理由，这种人呢，就是能做事儿的人，对，就找这个理由跟你聊天，关系，对，你知道多少大的商业谈成功或得到一个有价值的讯息，都是在聊天之中获得的嘛？是，好多那些好的主意都是写在那个咖啡店的那个餐巾纸上的，对，都是在喝咖啡的时候聊出来的嘛。对呀，是很多当今的富人哈，其实他们聊天和咱们聊天一样，都是逮着那个场所就聊，所以有很多的创意就是在餐馆和咖啡店，就写的时候又没带纸，又没有办公嘛，对，就得拿那个餐巾纸上开始写他那个创意和画那个图形，最后人家就成功了。对，就是这样子。是，对，其实那样的场合人是很自在的，就也很放松的。其实是吃吃喝喝的时候哈，人家放松。比如吃的很香吧，你心里产生愉快的感觉，对不对？对。还有呢，你被赞美了之后会不会愉快啊？愉快。对，像我给人算命就不行。哎呀，我这
我不能违背天道哈，实话实说，哎呀，得罪一片，所以以后大家不要找我看相算命哈。这个目的不因为一样，我是说实话的哈，因为我们要说假话会遭天谴的，对，是不是啊？我们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但是要社交的话就不能给人算命，对不对？对，社交总说的不是算好的命，啊，是吧？你看对觉真你真美啊，你皮肤那么白那么好啊哈，哎呀，你用的什么化妆品呢？是吧？这要赞美这说了我也不，信呢，师傅，这这要赞美啊！听了就开你就心。回答嘛，你说我用的鸡蛋黄就完了。挺好。对对对，反正对，你看你吃的舒服，快乐吧？对，你得到赞美呢，快乐。嗯，就张飞那么耿直哈，诸葛亮说，我觉得张将军，你其实有个最大的一个毛病，是什么毛病？就是忠诚。说，哎，这还差不多，兄弟干一杯，哎，就觉得，哎，这个诸葛丞相，你识货，哎，立刻成好朋友了。下次打仗我听你的，对不对？哎，这个被赞美那都开心，对，不管你耿不耿直都开心，对不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就是让人，我们说不是骗人，是为了就是大家聊天的舒服，对不对？确实不是骗对方，就是舒服的感觉呢，通常都来自于赞美。对，哎，我记得在加拿大，那邻居见了面说啊，今天天气真不错哈，哎呀，今天你看这个树多美啊，这样就没话找话嘛。是，哎，再接下来再下一句说你更美啊，哎，不管对方是不是穿了个睡衣没洗脸，你也得吹两句，对不对？是非常开心了，哎呀，都是见了你这样真开心，下次咱们一起喝咖啡去哈，对对就是这样对，就容易建立一种关系。对，穿个睡衣出来，人都说哇，你这个睡衣好漂亮哦，啊，什么之类都会这样子啊。对，所以咱们这个社交哈，要善于社交，才有更多的朋友，对，让我们生活呢其实更更方便。美好，但是社交之中不要光想着占人便宜，对不对？对对，所以我们学会付出啊，比如吃饭买单，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帮助对啊，你要付出才行啊，是，你才多朋友，对不对？对，不能完全靠一张贿赂的嘴，对不对？那个不长久，要真的，该掏钱掏钱，该出力出力，对，对，这样才行哈。是对，我记得感恩师傅有跟我们讲过，说社交是给对方带来利益，对对而不是剥削对方。对，这是更高境界。嗯因为今天咱们讲的是普通境界，像我们也讲到做人的最高境界呢，只想利益他人，别人而别想利益自己。是我觉得那叫自在的境界。虽然办人可能心里疼或身体也累，但是那才叫自在式的快乐。哎，对，那又是一种高境界。对对。感恩师傅，那师傅刚才讲了，我们要在过年的时候哈，去拜访长辈啊哈，对拜访老朋友啊哈，去拜访我老师啊们可能曾经想要弥补一些过错的人哈。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偶尔可能会去家庭医生那儿做检查呀，有的时候会计啊哈，虽然一年可能就接触一次啊，但是过年的时候也是一个好的时机去跟他们说一声谢谢。说对了啊哎呀，还是你很有智慧啊。其实这叫利害关系，叫社会利害关系哈。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些国家哈，你看每个成年人都要报税。这个会计师可能你一年给他见一面和两面，对，就关于拿账单让他帮你报税的事儿啊。还有呢，可能你一年看几次病，分年龄和健康程度，对不对？哎，还有他看病给你的认真度对，又不同。对，潦草的医生呢，会耽误你的病情，是，他也不深入看，也没耐心，对不对？明明你是可能得重病了，你说嗨，就是普通的感冒，你看，耽误了，如果看错了呢，7天之后命就没说不定了没命了。是，哎，但是医生这个潦草呢，他也不一定有罪过，啊，你可能也告不了他，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利害关系呢，你也学着照顾到。哎，虽然不经常往来，但是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尤其过年的时候啊，至少发个短信，有个短信，或者是最好呢，送去一个小礼物。哎，对，小礼物要有个漂亮的包装盒啊，上面一定写上是谁。对，很多这些人士哈，律师啊，医生啊，会计师啊，他一年收到很多客户和朋友给他来信和礼物，他不知道你是谁啊，哎，
往往你写了，甚至还写了个信，你觉得他知道是我，不一定哈。不一定，对，是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姓名和联络方法写给人家清楚啊。有时候人家忙，找张医生呢，忙呢，看病人呢，所以给他那个秘书得放那儿啊。他忙就算了，你把这个新年礼物转达给他。我是谁谁谁，人一般秘书说你写上你的名字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呢，你要这些要这么做，好吧？啊，你是谁？如果有名片的话，名片放进去，就好了。名片一般不要放在里头，放在你的包装袋外头。他都不认识你，恐怕这个礼物包装都不会打开。可能到后年才打开，就完了哈。对对，所以放在外面。医生一看，哎，这不是你吗？我打开看看，你给我买个啥玩意儿？是，挺好吧哈。哎，对，这样的增加往来。对，完了之后，他可能给你打个电话哈。啊，谢谢你啊，我特别喜欢你这个礼物。对，这多好啊！这是在有修养的人是这么做的。对对对，你用不是特别喜欢，他一定会说我特别喜欢你的礼物。我正想买一个这个的，你看你给我买来了。是，对，这些会说话的。啊，所以这些工作我们要做哈。还有呢，刚才师傅也说到这个赞美哈，就是人与人之间这个赞美啊，就让我们的关系相处更好。那是不是过年的时候，这个父母也要赞美一下自己的孩子呀？太重要了啊！我觉得刚才叫像打仗一样哈，光在攘外，光在对付外面的人了。对。可是你的内贼一定要安住，你看内贼就你们全家人，对不对？你家人之中的，尤其是子女。很多小孩小不懂事，有很多子女哈，他总盼望着说，我的父母是爱我的，但是东方人除了华人之外哈，我觉得像日本人啊、韩国人也不善于表达这个长辈对子女之间说我爱你，他不像这么美国人、英国人的嘴那么好使哈，说这句话的时候舌头直抽筋，对，就说不出来，对不对？你要说我揍你还可以，说我爱你说不出来，对不对？说我责怪你可以，说你怎么又没写作业？看见的都是缺点。对，你又不起床，你又考的不及格，都是责怪的哈。对对对。但是说你怎么又这么好了？很少说这个话，对不对？是。所以子女呢不懂你对他的爱，因为这是年龄问题。不管他多聪明，很多子女都在猜，我爸妈爱我吗？对。他在后头就在计算，他说爸爱我多一点，妈爱我多一点，这其实挺算计的这个事儿。是。还有你有兄弟姐妹的话，就更麻烦。爱谁多一点？对。几乎每个姐妹都是说，嗨，我就是那个最不受待见那个。很多人都在后头诉这种苦。是。那为什么呢？就爸妈没表达。爸妈从来没表达过，一直到人家出嫁结婚都没表达过，说我爱你。真的。爸妈其实对自己孩子爱还用说吗？但小孩就等这句话呀。是，不说也不知道啊。对，所以呢，我提示一下哈，孩子真不懂，但是你责怪他就不如赞美他。你赞美他，他跟你配合度更高。而且读书的速度嚓嚓就上去了。他幸福呀。幸福的时候，他大脑分泌的东西哈，全是叫智慧液体。对。那脑子就好用了，就开窍了，就特别灵光。对，因为有人爱他呀。对吧？但你不是不爱他，你没表达过，这孩子就猜，就是比如说我妈到底爱我吗？他心里确实打鼓一直啊。所以呢，过年的时候我建议哈，这个父母哈，你不口头上说，教你个办法，找一个买一个像生日卡一样的新年卡，你上头一定亲手写，别打字儿，亲手写，你先练练，写好了之后抄上去。这么认真的得，对不对啊？咱比如就是说吧，亲爱的二狗子，妈妈最爱你，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啊。自从你来到我们家之后啊，哎呀，我天天就可幸福了。虽然之前我没有表达过，其实我总觉得是我最亲爱的心肝宝贝啊，我内心早已经天天在安抚你，在抚摸你，在爱着你，但是就忘了用嘴来表达，是吧？所以觉得说今年不一样，龙年来了哈，我一定要亲手写一个，告诉你，因为你已经9岁了，你已经是个长大的孩子了，所以
给他说：“妈妈是最爱你的。”啊，你永远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哇，孩子挺这二晕了。狗子美的呀，都晕了都。我觉得飘起来了。对呀，完了，二狗子就说：“妈，从此二狗子永远效忠于您。”做了一门忠臣。对，就是特别开心。所以写这么一张小卡。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哈，像我们小时候有写这张卡，拿张红纸写，现在不行，最好到那个卖生日贺卡的那种专门卖卡片的店，对，找一种新年卡，是不是啊？哎，做妈妈的、爸爸的，就好好编一下这个词儿，再写上点儿。好这个孩子收了之后哈，老美对，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高级的文物。对他都得贴自个儿屋墙上。哎，对，贴上或者拿个镜框框上它，挂起来，就是幸福感。其实很多孩子还是愿意表达的，他要收到这种卡，马上就回一个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对二狗子，就是很爱你。幸福，孩子会很幸福。对，对，就是因为年龄问题所以家长呢这样表达呢，其实孩子和你的关系就特别贴近。对，哎，你给他再说的事儿呢，哎，他就容易给你配合。是，只要你比如说他成绩问题或者帮你一起做事儿的事儿别用这个惩罚的、命令的、责怪的语气，就是语气态度问题。应该用一种温柔的对吧？还有示弱的。说这个我不会，二狗子，说来帮妈妈弄弄这个东西。你看我这个信息发不出去，二狗子可爱干手机上的活了，说没事看手机特别熟呀。二狗子说看咱的狗子怎么样？很快给你弄好了。你说哎呀，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妈没事，二狗子可不太行啊。高智商啊！我可离不开你。在脸上啪再盖个印二狗子幸福的一整年呢，就会，真是，对吧？这种赞美说孩子特别拉近孩子和我们的距离。那你给他沟通的时候好办，对吧？顺畅。所以我们改一种方法。好。对，感恩师傅，替天下的二狗子们感恩师傅。太好了，好，那咱们这个攘外安内都做完了哈，还有咱老祖宗也得惦记惦记吧。你过世的老祖宗是，哎要呀，所以到这个春节就是我在我成长的地方，从小在河北，等再长大青海，后来去西藏，尤其是这个青海、河北，后来我调查河南、山东，很多省。大家自动的，就从古代就自动传下来这样的一种，充满着一种怀念的，这样真情的表达。每个地方人都这样。越到过年的时候，你想去世的有很多就是自己最亲爱的爹娘，对，也有的人刚走3年2年，对不对？那个熟悉的声音，那个感觉，总觉得他没有走的感觉，对吧？但是事实一想，他确实走了。那怎么办呢？通常会拿些好东西去祭祀一下父母，自己的这个往生的亲人对，有时候你没见过面，还没这么大的情谊一直生养你和你生活在一起的这些亲人等走了之后，你特别怀念。所以呢，等咱们欢天喜地过年的时候，我们呢，通常是在大年30，每个地方不一样，也有的28、29、30。从大年23、24开始，就是叫腊月，农历腊月23、24开始，年之后，一直到大年30，那一段时间，每个地区不一样都有去到这个坟上去祭祀自己的往生的亲人。对，但是呢，一定要拿一些祭品，祭品就是好吃的好喝的。对，首先是因为你想念的是他怀念他活着的时候感觉，所以那你过年吃好东西吗？你要拿好吃的，比如说你爸爸或者是爷爷或者是曾爷爷、曾祖父，这些呢，可能还喝2种酒没关系。这个时候你不是劝他说别喝了这个时候喝2种酒，你带上他喜欢的那个品牌的酒，对，还带着酒杯，干干净净酒杯包好了，
是吧？还有呢，拿上纸钱，这个太重要了。纸钱，可能在阴间往生之后能花的还不知道是哪一种纸钱。那就都预备着。比如说最传统的纸钱呢，就黄标纸打的砸刻出来的，像铜钱一样的那个样子，外头一个圆圈，中间一个方孔。小时候我都替我妈砸过这个东西。她包饺子剁馅儿，我呢一个砸这个烧纸那就是烧纸钱。这个币在阴间一直通行。这是黄标纸做的这是一种。那么还有呢，现代人现代版的，现代人很多印的是冥币，对，一看像有的像美钞，有的像你自己国家的那个钞票一样是，而且印的这个数还都比较大，很大了，都是多少千万多少亿，1万元算是最小的数字，都是特别大的数字。这样我们怀念亲人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烧上这么一大摞纸币20-30公分厚那么一大摞的话，就几百个亿了。很多钱，这样你的亲人呢，可能在那边呢就变个富人，是吧？对，多好。至少不被那个恶鬼狱卒惩罚，说你找我麻烦，给你点钱，就是这样，是吧？你在这边你也放心呢。对，你的亲人长辈在那边一直挨打受苦，我们在这边就会得病，对，难受，就是这样子是你还做梦梦到他在那边受苦，对，那就真受苦。对，所以这个冥币已经2种了吧？对，你们能想到还有第3种吗？有，还有那个金元宝、银元宝。对了，折好的那样。这个叫硬通货币是吧？对，在银行界来说，这是真金白银呐。是金元宝、银元宝。当然现在咱们买的呢都是纸的纸糊的，金色的银。现在多买些金色的呗，比较值钱。对吧？这样子，到时候呢，到这个坟上去烧一烧。也有人这个祖坟说，我住的这个国家和城市离我祖坟太远了。那这个怎么办？我觉得呢，就可以如果你们家有院子，可以在院子里烧。还有呢，到一些郊区人烟比较少的，对不容易有火灾的。但是说火灾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防范的。要讲点道德公德对，最后买个化纸筒。在很多卖这个往生人用的这些店里头那叫什么店呢？烧纸店。对，就祭品那种祭品店对，反正每个国家叫法不一样吧。它这个店里头就有卖这个烧纸筒的。这个烧纸筒和它是盛水的桶不一样。这个桶呢外头都是砸的窟窿眼儿，就是为了透气，通风，空气进去又通风你烧的这些纸呢就能把它完全燃烧融化了。对，最好呢买这个桶上面带盖子的。不乱飞灰。那个纸灰还有火的时候飞起来就麻烦。所以要有点着之后先盖上它对，这还注意火灾的问题。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到你在收的时候呢，这些一定要这个没有任何一点火星才可以，甚至带着一桶水把它完全熄灭，再把这个现场收拾干净注意环保。好，对，那所以这个烧的这个内容当中，你们觉得还有什么新社会有新的东西吗？有衣服，还有用品，师傅，还有手机都是纸的，用纸做的手机、iPad 这些手机。iPad 平板对，电脑对还看他喜欢啥车，还有那个大别墅。我在台湾看的还有非要糊一个奔驰车、宝马车，对，还有牌子的名牌车。有个黑社会大哥去世了吧？还有人糊了个 AK47，带着枪走，他的爱好习惯就是他活着喜欢啥，对，给他烧的时候也带点啥对，还有些老奶奶爱打麻将是吧？给他烧一幅也可以，反正到那边闲的没事打去吧就是对，所以这个上坟呢一定带着这个祭品，就是记住好吃的，他爱吃的，爱喝的，对爱用的这个品，现在当然都是纸糊的还有这个。包括老人家爱喝酒，带点酒喝也可以对，再者就是注意这个
防火安全意识。是，咱不能为了祭祖引发其他的灾难，不行哈。对一定你走的时候，这些收拾得干干净净对啊，利利落落的哈。对，这样的才是最有福的讲哈。功德的人，哎，对对对，还有些那个上坟呢，这个坟上常年大家也不来，上的都是野树啊、荒草啊。你在烧纸之前啊，最好先处理处理，收拾一下对，像然后镰刀割一割呀，扫一扫烧一烧，对是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安全第一，哎。好，感恩这是师傅的我们提醒这上面还有问题吗攘？内安外老祖宗咱们都照顾到了哈。还没说完，啊，有个事儿哈，曾经确实有人问过我，哦，比如烧纸的时候，比如像过去是清明节烧纸哈，对，说大家都在烧纸，哎，那是我的亲人收到我烧的东西吗？谁收着是吧？啊没错了。对，所以你在烧这些东西的时候哈得念叨，像大块儿大面儿那个东西呢，在上头写上条儿，比如说你那个祖辈的人的这个名字名字哈，啊，比如说你知道，你比如说爷爷是往生的那个，对对对，把爷爷大名写上去，哦，还底下，比如说你是孙子吧，哎，一定要说啊不孝孙啊谁谁谁啊，哦，写上这个名字，这样就对上号了。对，爷爷名字还有烧纸人名字啊，这样的话就针对了，你不能让不同的生命来接了这个东西啊。啊，别人给劫走了，哎，别人给接走了，截胡了啊对呀！啊，遇上阴间强盗，强盗是，对，那这就不好。对，他劫了之后，关键下次会不会还找你再劫东西啊？他继续来呀就，有点麻烦吧。对，哎，所以的话不能让人劫了，所以要写上，写上，哎，你那个祖宗的这个大名啊，好吧？师傅是不是烧的时候还得念叨着？最好念的就是。爷爷，我来给你送钱尤其是来了对，哈尤其是你主要祭祀对象是爷爷嘛，啊，爷爷还历代祖宗哈，哎，对，甚至是也不是不孝了，你爷爷大名你也提一下，而是为了确认爷爷和祖宗来接收，我爷叫什么名字啊，请您来接收，啊，孙子来供养来了，对，哎，过年了我们吃好吃的，那您呢也吃好吃的好用的哈，是，对吧？是，哎，所以钱、食物，还有这么多的用品。对，哎，从衣服啊到鞋帽，对哦，甚至手机都有了，啊，甚至还烧个房子，是吧？是哎，这个都房子车挺好啊。你的孝敬，你的祖辈也能收到的，所以这我提醒到，一定要让这个人能收到，所以写上名字和念叨的名字哈，这样就比较好对，就信息啊，就就才能别让别人给接通劫了，感恩师傅，对，这样咱们就会吉祥快乐。对，是，对，好了，那咱们这个都嘱咐师到了，傅提醒的真的是很全面哈，是这些都是要做的哈，是啊，是不是还有一些过年期间要注意别做的呢？就是一定不要做的哈，像吵架、哦，骂街，啊，说那个特别诅咒的话啊，比如说你去死吧，忌啊讳的，对你这样一病不起啊，反正你要倒霉，你要破产，你要赔钱，你要离婚，或者你一辈子嫁不出去等等这些话千万别说真不能说，啊。像我妈那时候嘱咐我呢，过年这个大期间呢，就不要说咱没有，我穷，我很苦，我的病好不了，对，我发不了财，我找不上工作，或者没人爱，反正等等说，别说凡是负面的，对你不利的这些话，或对家人不利的话，不要说啊，都说吉祥话，甚至改一种说法呀，要学着说吉祥话，对，因为我妈就讲哈，她这个时候啊，神灵都下界了，就是你家的神灵，甚至是祖先都来听的，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求啥来啥，哦，这个危险吧？对呀，所以要求好的呀，这个时候你说的话，万一应验了呢？对不对？所以都得说好的。哎呀，今年咱们发财了，对啊，咱们都很健康、平安、快乐了，啊，对对，孩子考学都考得很顺利，是对啊，老人都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对，哎，说这个时候避免家人吵架，还避免打骂孩子。哦，这千万注忍过意，去啊，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哈，这个时候叫按照我妈的说法，叫全身下界。这个全身呢，可能天上各种神仙，如果你好都会来了。
其实来给你送祝福。对，但是送吉祥。你要尊重他的话，如果神在这里，请问你能骂人吗？不能咱别说神哈，就你们县长坐在这儿，你敢骂人吗？不敢吧？真的说我是天上的神，一样。我能把长寿、富贵、荣耀、吉祥、财富都给你。那你当着我的面打人、骂人、吵架、打孩子、说脏话、说诅咒，好吧，我让你一一应验了，你不倒霉了吗？对呀。所以一定在过年的时候不要乱说话。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好。有些兄弟姐妹长大了吧，不懂事，来看父母聚到一起就是吵架。吵架的原因呢，其实心中没把父母的这个位置看得那么尊重。对不对？对。像对着中央领导，你敢吵架吗？不敢。县长在这你都不敢吵啊？就要陪笑脸呐，对不对？就要说吉祥话。因为对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时要你的命，你肯定就不敢吵嘛。对。所以，但是父母养我这么大，不要我的命，还总说好话，所以我们就乱吵架，就是我们不懂事。对。所以我们自己呢，将来会遭天谴的。那个福神呐，那个财神呐，都会离你而去啊，撒腿就跑啊，撒腿就跑了。那我们就得不到那个吉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得吉祥的方法呢，要说好话，说赞美的话，要这样子啊，才能得吉祥哈。好，感恩师父，太好了。今天师父提醒的特别的好，师父真是嘱咐的哈，事无巨细啊。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吉祥嘛。对，你看咱们看，你说从这个属相上，相冲、相克、相犯、相害的。对，是吧？对，你看就有好几个。对光4个属相，一共才12个属相，有4个属相就有这个问题。对，比如说24年吧，龙、狗、牛、兔龙、狗、牛、兔，就有4种呢。犯太岁，是不是啊？犯太岁。你再加上属相不合的家人，对吧？是，有很多父母很合吧，生个孩子就冲，是吧？你说这个怎么办？你没办法重生啊。是。所以就命中注定的，对不对？对。相冲相犯怎么办？对。就光从命相角度来说，就是这样子。对，都好大问题。对，再加上我们的功德不够呢。是吧？不懂道理呢。甚至说我们本来也不够聪明呢。是。对呀，那么多的压力和不吉祥等着我们。所以教大家这个细节的方法哈。要能够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怎么样处理好自己人生的各种的关系，我们才能吉祥富贵。才啰嗦这么多。是非常非常感恩师父。那我还想跟我们的网友再说一个好消息啊，师父哈，就是你看我们今天直播一开始的时候，师父就给大家读了一封祝福信。其实，在我们的禅师 APP 里边哈，师父也有一封信哈。是给到那些勤修苦练的这一些菩提学员的。如果我们在禅师 APP 里边听着那个八卦内功的音乐哈，走过了300天哈，因为我们每天走八卦就是摁一下嘛，当天就打卡哈。300天走下来呢，或者是在1年的时间里边呢，修行的时间积累到了730个小时，也就是平均1天2小时哈。这样的使用 APP 的学员们哈，哇，你们可有福了就会得到师父有一封有声信也是师父亲自读给我们的，还配了音乐一封信，那个名字叫清净生智慧，勤修得福康凡是八卦内功走了300天，或者是1年累计修行730小时的，你已经在你的禅师 APP 的首页上已经看到这个图标了，你点一下就可以聆听了那么你没有看到这个图标的，说明要加油哈，八卦内功还要接着走，或者说还有一些同学都是，哎呦，我都走了，就是没有去点，你看后悔了吧？人家点的，人家师父就给奖励了哈。对，那这个师父讲的特别的发自肺腑然后给予我们很大的加持疗愈，特别特别的感人。其实这个呢，就是刚刚发布很短的时间，我已经听到一个网友给我回来的反馈回馈，
哇，他好激动，他呢就是突然发现，哎，有一个这个是什么呀？就点开听，一边听呢，还一边在那儿刷碗洗碗呢。结果听着听着，哇，师傅讲的这么好，每一句都打动他的心哈，他就赶紧把那个碗放下，静静地坐下来哈，好好的去听。哇，师傅又有疗愈嘛，还有那种鼓励，又有那种加持，那种温暖的声音，有能量的那种有摄受力的声音啊！哇，这个网友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其实我也挺恭喜你的哈，这个师姐，就是你这个眼泪，其实也就是师傅又更深层的帮你去调理、加持、洗涤你整个的身心灵啊，你人得到了。所以那个师姐就跟我讲说，太感动了，师父的声音每一个字充满了温暖的加持啊，然后也说我真的是在精进的修行师父的法，自己受益的同时，竟然还得到师父这样的认可和肯定哈，哇，真的是新年的大惊喜，新年最吉祥的礼物，感恩师父，真好哈。对，那么精进修行的这些朋友们呢，除了师父的这一封信之外呢，师父还送给你八卦密码电子书啊，太好了，中文的简体版、繁体版、英文版，你随便挑着看啊。那么还有就是八卦密码的中文的有声书，你还可以听啊，不管是开车、做饭啊、打扫房间，非常好，你就听啊，就把师父八卦密码的秘密啊，再听到心里去，更好的理解这个功法带给我们的受益。对，就更受益了。对，非常非常的感恩师父。那么以后呢，在2024年呢，只要你八卦内功走满了300天，或者是修行到了730个小时，你就会自动的哈，在你的那个页面上，你 APP 的我的那个页面上，我的奖励里边，你就可以看到了哈，就是图标是这样子的啊，师父的这封信就送给你了。还有八卦密码书也送给你了，非常非常感恩师父，真的精进修行还得到师父的大加持。对，那我们网友还没有下载禅师 APP 的，一定要赶快下载哈。对，其实是非常好的，很多网友他们每天那个走完八卦之后要点击，要点一下，点哪里呀？就看我们看一下那个禅师 APP 上面就是这一个哈，就走八卦这个，每一天它有一个，你走完了，你就一点，它那个就亮起来了，就是这样的，很容易，我的修行是吧，在里面啊，对，就是对，每天走完，为今天打卡，点一下，就打了卡了啊。对，它是累积的哈，它是累积到300天，我们就获得这么好的奖励啊。要天天记得走，要是你忘了2天，他就给你扣1天。就天天记得走，天天记得打卡，就是养成好习惯。对，是，好的，非常感恩师父，不客气。好，师父，那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哈，这么的吉祥，我们网友们呢也是在网上特别积极的在跟师父互动哈。对，我们来做一次大抽奖好不好，师父？好，网友们都在等着呢。把师父最美好的祝福都送给很多的网友哈。好，好。我们先是准备中文平台哈。哇，这网友你看留言多快，现在网友肯定会说抽我。我们先准备好。那今天网友很积极啊，都在留言说，都希望得到师父的新年祝福，都说哎呀，师父在新年的第一天能够和师父在网络上哈看师父的直播，特别的幸运。是，师父，那我们还是一瓶一瓶的结吗？是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如果有重复被抽到的哈，那你的获奖就是1次哈，好，1次就很好了。对。师父，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礼物是不是也是神秘礼物啊？是很多种礼物啊。那么这个礼物说哪个东西是给哪一个获奖人的哈？现在我们不公开。现在大家在照片上看到的这个礼物都属于这个新年今天的礼物内容。太好了，网友们也可以写一下你想得到什么啊，心愿表达一下。好的，还有笔，好，毛笔是，那就准备开始了哈。好的，那都行，我来，师父，你来哈。好的，好，我们开始划。来，1、2、3，咔嚓，咔嚓。
你看看谁是幸运的中奖者？上面就多半个字儿能看到哈，这杨景文。哎呦，恭喜第一个第二位是关山景，啊！第三位叫 HJ 顺，第四位白鸽子，第五位金无尘，第六位是韩国字不认识，金明浩，好 K 明浩，第下头这位这是啥？金良鸟，金良鸟，就写了个师傅这个字儿哈，在下头一位抽我缇娜金啊，太幸运了，显示缇娜金啊。好嘞，好的，哎，下头还有一位呢，还有一位金提补，哇，恭喜这多少位了？获奖者1、2、3、4、5、6、7、8、9位。哎呀，幸运的，我们的太棒了！好，再来一瓶了。好，再来一瓶哈，开始，准备了哈，1、2、3，咔嚓，咔嚓，来了，谁是幸运者？正能量，哎呀，正能量第一位哈，下一位是阿藏莫特，这里哈，是外洋人呢哈，下一位是 Kelly Sin，再下一位是叫圆满，哇，再下一位 Lisa Tan，我说，再下一位是叫贤柱，也是我再下一位叫九色鹿，啊，再下头是金长优，哇哦，真好，恭喜恭1、喜！ 2、3、4、5、6、7、8位，好，还有吧？还有机会哈，还有，来，有继续，再继续来，继续啊，今天咱们大抽奖哈，好，感恩师傅，来了，来，来准备好了， 1、2、3，咔嚓，就把最新留言给照了，金柱莲，恭喜冬草这服务中心哈，啊！再下一位这个都不认识是吧？日本写了个 Y 呀，是吗？日本字儿像啊，不管写啥，这是你哈，这获奖了哈，翁佩吉 Peggy，金泉阳，恭喜一泉金一泉，还有呢有意，元金，1、2、3、4、5、6、7、8位，恭喜恭喜，恭喜哈！我们现在平台人数有所增加哈，大家都来了，都移还有机会，民过来了，还有机会啊！都来了哈，都来了，啊，继续了，觉真哈，好嘞，1、2，咔嚓，咔嚓，来看一下啊，这个怎么读啊？勾塞破，勾塞破，下一位是雅克聘，Rachel Hong，再下一位金提卫，再下的 Kina，就像韩国名字，它有个中文施瑞凤，金向阳，哇哦，现在都没有重复的耶， Tree Doris，Tree Doris，哇， 1、2、3、4、5、6、7、8位，好，恭喜，还有机会吗？有，来了，准备喽，再来了哈，啊，准备好了哈，好，1、2、3，咔嚓，好了。金方德，燕如意，金苍秀，陈信珍，这是个真吧？陈信珍，叶凤，王宗珍，金生思，绿树叶，我还举不动了啊。Carry Go， 其实它叫无穷代，还有个珍妮
旺，真旺。KG， 开季。宽进，不会读。1、2、3、4、5、6、7、8、9、10、11，哇，哇，这挺多呀，举头手疼，丰收了。还有机会吗？有，再来一瓶。有。好嘞，啊，争取大家都有机会哈。OK， 好的，大抽奖哈。好，来。1、2。来，你举着点啊，我举不动了。等一下，重新来，来，1、2、3，咔嚓，咔嚓。哎，好了哈。这个 Peggy Tan 这个已经有过了哈，这不算哈。杜泽，杜毅，这个杜毅这个算哈。金一秒，这个也算哈。七色光，陈宁安利森，这样放吧。Alison Chen WHB 光颂，全谱，金李玉珍，哎，没有这个哈，没有，第一次的。小慧李，1、2、3、4、5、6、7、8、9、10， 10位，太棒了，十全十美呀！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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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瓶哈，好嘞，争取大家都有奖哈。哇，来，准备了哈，准备了，1、2、3，咔嚓，看有没有你哦。哎呀，又咔嚓了。轻硬，长杆，swordfish， 还有鱼啊，金蹄类，凤冠吧，金曲海 ，ZV 这名字，单联。安乐有胶，1、2、3、4、5、6、7、8、9、10， 10位，太好了！哎，今天还没有重复的呢哈。是，而且我觉得我看到很多新网友的人多呀。对，再来一瓶，再来一瓶，感恩师傅，来，坤婷，来，1、2、3，咔嚓，看看谁是幸运中奖者。徐礼花，Coco 金，玉仙金，英惠，菊才，还有一个 Fresh Dragon 鱼龙哈，还有一个金善宝，牛奶蜂蜜球，我这名字，1、2、3、4、5、6、7、8位，恭喜恭喜！哎，好，师傅，那我们再抽最后一瓶中文平台。好的，好，1、2、3，咔嚓！哎呀，最后一瓶中文平台，看看谁是 lucky winner 啊？这个是叫梅嘛？梅林哈，梅林算一个哈，庆内。全南刚才有了，没有吗？这就是光举，坛奖，李清禅 ，Royal Azul， 1、2、3、4、5、6、7，我觉得是8个、7个啊，好吧。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哈！9瓶啊，中文平台的，中文平台9瓶哈，对，都将近100人了哈，是很多人哈，哇，恭喜所有。咱们介绍到英文是吧？好，师傅，我们来英文平台啊，这个抽奖挺好玩的哈，对，而且还是神秘奖品，对，然后就是师傅都有这种天意哈，什么奖品给到谁，哎，就特别适合他。对，这就是适合他用的。对，对，
而且新年的第一天得到师傅的礼物，这真的是鸿运当头的感觉。真是啊！而这个对奖品非常丰富哦，各种各样的啊，你看，是，你看手串哈，手串葫芦啊，凡是抽到奖的哈，能戴在身上的这些珠子类的哈，就是说你呢，通常白天读书或者工作的时候尽量戴，这样子哈，就是自有它的吉祥寓意。对，要这样子哈，好的，师傅，好，英文平台英文准备好了平台，英文平台，咱们继续喊数来哈，继续，好的，来， 1、2、3，咔嚓，玉汉赖，赖玉汉赖，虚月，虚月，威廉里，谭 summer，发亮的金子，矮配，真顺真顺， ，Carol 燕，JNC，殷旺，Yuna 金我， ，Mia Carmen 样，娟好，哇，真好，这好多人哦，都画不出来。好多写中文的1、2、3、4、5、6、7、8、9、10、12、哎呦这是13、人多14位啊！哇，这哦英文平台有效率呀！哎，来这个挺好，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哈，准备了哈好，1、2、3，咔嚓，来了。好久没抽奖了，特别来了哈开心。金铸反，啊，发亮的发亮的金子有了刚才有了哈，对这个就不能算哈。开弄凯伦，Ravindran，欧玛丽，三探，娟好，有娟好有了哈，那就划掉了。云朵朵，Sunshine King， 湾丽王，花开午夜，发亮的金子，又得划掉了。Elsa， 1、2、3、4、5、6、7、8、9、10个啊！啊，也挺多的，真好，还有机会吗？有，再来一瓶，再来，好嘞，准备好了哦，好，预备开始，1、2、3，咔嚓，好了，就是它，趁，以旺，妮妮蔻，阿文洛，念念，金安，钟贤令，宣罗，君务阳，百玉，金生尊。恭喜好了恭喜， 1、2、3、4、5、6、7、8、9、10、11位啊，还有一瓶吧，还有还有来了，太好了，来，来了1、2、3，咔嚓，就是它。看看都有谁？闫妮令，金瑞雅，这个有了。Sharon Chen，Gary Sell， 光姿是吧？光姿光晕的是光云，光晕哈，金木朗，Sarah，JFB， 怀来，芙蓉的医生，哇哦，恭喜，金凤落，金秀秀哇哦， ，1、2、3、4、5、6、7、8、9、10、11、12位，恭喜恭喜！恭喜不错哈恭喜还有吗？有，还有来，有慧芝姐，好，来，1、2、3，咔嚓！哎呀，看看
又是哪些幸运的？周地，好，它叫雪面相，还有 J 力、安俊、提传、金妙觉、阿什利探，会读吗？啊？这个不知道怎么读哈。反正就是这位怡宝长谈的樊韵、Jennifer 林、Crystal、1、2、3、4、5、6、7、8、9、10、11，哎呀，真好11位，好恭喜喽！恭喜恭喜，我们换平台吧。对，哎，到韩文平台，到韩文平台，今天太开心了，哎，大家都很幸运的哈，所以我们这个今天直播主题叫元旦大奖，真的是，哎呀，太幸福了。哎呀，总是希望找个机会哈，给大家送个小礼物送祝福，哎，其实把最美好的祝福给大家哈，去面对各种各样的烦恼啊，这种不如意的问题呀，还有出入平安问题呀，是吧？对，哎，对，居住平安问题啊，希望大家都是吉祥如意的哈。对，收到。师父送的礼物吧，都特别的有这种加持力哈。对，就是那一天，圣诞节的时候，师父也是给身边的这些同修弟子，见到谁都给礼物。然后我们有一个那个弟子就特别开心，因为她恋爱好几年哈，男朋友迟迟都不求婚，搞得她心里很忐忑啊。结果那一天就得到了师父的一个圣诞礼物，当天晚上男朋友就求婚了。哇，给她开心的说，师父这礼物也太灵了，效果，这效果立竿见影，甜甜美美小两口了，就现在真好，真是开心，是。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其实从就是在我们过去帮的人哈，我帮的人几十年嘛，对，像有那种那风水师给他讲的哪一年不顺，甚至是告诉他可能是车祸、血光之灾，是，哎，对，在美国的一个哈，那个他就是我顺便给他，当时他去温哥华嘛，他妈也带着他一起，这是个年轻人，对，然后给他妈送一串珠子，给他带一串珠子，他才有缘，他其实是去这个温哥华去旅游的，哎，他妈呢就顺便说搭顺风车似的说到温哥华禅堂看一看，正好我也在，对，他妈让我看看他，我觉得这个不对呀，这个孩子有灾呀，他们说哎呦吓死我了，对呀，他让那个他在纽约那边哈，他让这个算命命相师，给他算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是头2年算的，就非常恐怖哈，结果呢，这怎么办呢？对呀，他就问我可发愁了，我说当时我是除了点灯供佛呢，那我呢送你2串珠子，就是普通，他那个孩子吧，你说小伙子也年轻吧，你说懂事也不懂事，当时我带的是个木头珠，我给他，这木头珠呢也不是什么贵重的木头，他就觉得我看那个表情就嫌弃，也是哎呀，这也没有什么漂亮颜色，也没什么香味儿，这个哎呀，我看人家感觉他还不想带，他妈说傻孩子赶快带上吧，可能我估计他妈呀给他回去做了很多工作，后来他妈还给我捎信来说，哎，他以后他就带了，每天带了就习惯了哈。对。结果有一天，就发生了车祸，他妈呢还给我们写信，撞了，说这个不是警察给他们打电话，说车报废了，完了这孩子呢送医院了，完了之后他不知道孩子撞成什么样，就往医院走的路上就给我写信，就不想虚度邮箱写信，说撞了，赶快这个保佑我孩子别给撞死了哈。前头你看说过有灾，咱们先生也说有灾，还真是应了呢。他赶到医院了，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儿子正在出门口，
我自己走出来自己走出来。说就是胳膊啊蹭破点皮，流点血，嗨，医生检查一下没事儿，所以我就回去。哦，说正好你来了，说我就不用打车了。哎呦，哎呀，又给我写信，感恩师傅。这连着这2个小时以内来2封信，说一封信说保佑他千万别出事儿哈。对对对，哎，这个再一个写封信说没事儿，哎呦，就擦破点皮太好了啊，就是好玩吧？太神奇了，对，但是我送他的珠子啊，他不知道飞到哪去了，哦，替他还有木珠。挡完灾了救命啊！妈妈就说：“我特别感谢。”到后来我收到第3封信，儿子来信，就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哈，车都撞上来的时候，在他眼前看到一道白光，还听到汪一声，就是我发出来的声音，哦，哎，他就昏过去了啊。在他醒过来的时候，就是往那个医院送的那个急救车上，哇，那很严啊，等重，其实一检查完了之后，啥事没有。就是护佑，好玩吧护佑的神奇效果。完了，他妈特别聪明，师傅还能不能再送他一串珠子？那是得要啊，是吧？我就说那种木头珠我已经没有了，他说给任何珠子都可以，是吧？对对，只要其实师傅加持的，是至少有个美好的祝福哈。我每天修行，每天念佛，对，每天和各种神灵打交道哈。就是我们在祝福的时候啊，佛菩萨还有我请的这个天兵天将神灵，来护佑着。但是你信不信？说这个神灵护佑的，通过这个珠子这个媒体，它也能给你带来护佑吗？是，哎，用事实说话哈。对，我觉得太多了这种故事会起作用，对，会起作用。感恩师傅。你看在美国那个像加州那边，对呀，西海岸那个夏天哈，很多着火吧。对，哎，有个同修哈，他们家呢旁边很多森林。哎呀，这是前年是去年，旁边那个火啊，烧了多少房子啊？对，就他们家没事儿，就他们家没事儿。是跳过他们家，这个消防员、消防局的人都觉得气坏了，到他们家查看，说到底有什么秘密？怎么火就没烧过来？说和旁边都一样。就无法他家解释，他家外头，连那火烤的那个烟都没有，哦，知道吗？他们家就供的咱们那个唐卡啊，药师佛唐卡，还有过去咱们那个不是明代的那个金唐卡，金堂卡，哦对，那对个特别，好明，白金唐卡对就供在家里头，都是好好的，都没事儿。是，哎，所以你说是，我们希望这是巧合，希望这种巧合发生几率越多越好。哦，光说了哈，咱巧们合背后有道韩文理呀。平台的哈，好嘞，这个抽来了，奖哈，我们韩国朋友们等着呢来喊个数哈好，师傅，来，1、2、3，咔嚓，咔嚓，叫啥？Selina 看，这个叫嗨嗨哈，请选我呀，这个果日啊，果这日是韩国，悠悠金啊，金全购已经有了啊，考晃，晃，还有 Victor 用，还有曾蜀锦有福了，哎呀，这个留的好啊，有福啊确，实有福啊， 1、2、3、4、5、6、7位哈，好，恭喜，恭喜，再来一瓶，接着来， 1、2、3，咔嚓，好，新年好运气，看看谁中奖，云香，哎呀，云香，这个虚农，虚农， 서면센터 금그림啊，再大点声。 서면센터 금그림肯格林啊，肯格林啊，好，MPL 啊，T Dong，新加坡的哈，苏明，虚眠，Lily，念浩，FU 帮你，底下一个叫提凡啊。都可以算的哈，半个名也算，认出这个字儿来了。1、2、3、4、5、6、7、8、9、10位哈。好，恭喜幸运者哈。好，好，我们还有最后一瓶，有机会啊，我们今天最后一瓶，好，1、2、3，咔嚓，
Fanny Feng，Ashley， 丹耿， 신철용孙超勇，光若， 대림 허봉화 다른 찬타 허봉화 何鹏帕。好，知道了。 현아킴 현아킴 Hengaking， 徐农，徐农有了，刚才这得划掉哈。1、2、3、4、5、6、7， 7位哈。恭喜恭喜！韩国咱再来一瓶吧。再来一瓶，好的再来一好嘞瓶，这来来来，过大年的难得呀，是不就是是？你元旦大过年的2024年历史上只有这么一天的，嗯，对，是吧真的来来，好，就这么一刻呀。再来， 1、2、3，咔嚓！咔嚓，哎，咔嚓没照出来，哎，等有缘人呢哈。这可真幸运呐！哎呀，啊，凤桃，凤桃，凤桃、凤桃，娟梨、Luna 赵、阿拉丁、来维维，哦，一样的哈，啊，还有金光初，哇哦，好1、棒2、3、4、5， 5位恭喜！啊，6位吗？1、2、3、4、5、6位，6位，恭喜！再来一瓶吧，再来一瓶吧再来，一这个我已经受不住了哈哎呀，，咱网友太激动了啊！还有机会啊，来，还有机会啊，来，还有机会啊，好，来了， 1、2、3，咔嚓！看看啊，开例会 Little ，Little 小矮人儿，啊， 대림 보리수 다른 찬탄가 푸티수 菩提菩提树，大灵禅堂哈，还有娟珍，鞍山果瓷，精灵，看这个有了，娟梨也有了吧？有了，有了，6位，好，恭喜恭喜！恭喜哈，感恩师傅，太开心了，所有的获奖者把信息发过来啊，我们准备让师傅给你挑奖品了。是，太棒了。带着师傅加持的佛光哈，能够让我们吉祥一整年啊！嗯今天非常感恩师傅对带着大家一起过年啊，给了我们这么多美好的祝福，这么多珍贵的提醒啊！感恩师傅，我们的网友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边哈，听到师傅更多的精彩的开示，各种主题的直播，给大家带来知识、智慧啊，给大家带来吉祥的加持。好的，尽量多给大家讲一些更好玩的啊，更有知识性的东西。好，我们都把耳朵竖起来，等着了。对我们网友也一起把好的话题也发给我们哈。好的，太棒了。好，那今天的时间也不短了，好的，度过了。讲一下下面的安排哈。好的，好的那下一次直播的时间呢是1月7号，还是周日啊？但是呢，我们的时间啊，日子没有变，时间变了啊，是台北时间早上10点钟，台北时间早上10点钟，那也是北美的温哥华时间呢，1月6号周六晚上6点钟。时间变了哈，让我们的网友们哈来跟大家广传一下啊，让大家知道下一次直播的时间啊改变了。就以后我们的直播时间，亚洲时间就从周日本来的晚上7点，台北时间7点改成上午10点了。那么北美呢，它就是以往的周日凌晨呢，改为以后都是周六的晚上6点钟，温哥华时间更方便两岸的大家了。对，感恩师傅。有这么一个改变哈，希望大家记住。那下周的直播内容，对，下周日能不能透露一点什么直播内容呢？正好赶上过年，师傅也给我们这么多指导啊。对，就是说我们过新年哈，就是最重要的。你看我们各种的问题的，还有实现愿望的啊，各种各类愿望，没有一个人心中没有梦想的哈。
每一年希望自己得到这个啊，获得那个啊，有那种成就啊哈，都有一个想法，都有愿望。所以我们想获得这个愿望，啊，得到这个愿望，或者是有那些相冲相反的哈，就能够平安吉祥。对，啊，其实平安吉祥和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最大的靠山是什么呢？佛菩萨。对，所以我想呢，安排哈，咱们下个直播日呢，咱们来一个念佛祈福。好，哎跟师父一起念佛。对，祈请观世音菩萨呀，为我们点彩。对，哎，把吉祥这个能量哈，直接加持给我们。好，那怎么样获得呢？就咱们就真诚念，好的，哎，就可以获得了。好的，哎，其实方法就这么简单。好的好。那我们期盼着1月对7号跟师父一起念佛对祈福。就希望呢，吉祥、顺利、快乐、健康啊，一整年呐。收到，对感恩师父。那今天呢，咱们直播到现在哈，也时间挺长的了。我们3个呢讲的还特别投入哈。对，哎，特别的开心尽兴哈。依依不舍呢。对对对，那最后呢，还是祝福大家哈，整个新年哈，就是健康、快乐、长寿、顺心顺意。那我们下个周日吧哈，下个直播再见，谢谢大家。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